这是唯一一部删减后都得捂眼看的超大尺度限制级电影，一经上映便登顶香港10大禁片之王，大量血腥重口的场面直击心灵，一度让看完的观众产生心理不适。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凶手一夜连杀11人，造成了11失12命骇人听闻的惨剧。万圣节前夕，一位夜班老保安正在监控室打瞌睡，谁知下一秒，一根塑胶扎带缓缓下落，接着瞬间收缩勒住他的脖子。保安惊醒过来后拼命挣扎，凶手则不慌不忙地掏出铁锤以防万一。这时保安甚至打算利用小刀进行自救，结果因为太过慌乱，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大动脉。保安不甘心地当场惨死，凶手则淡定地拿走监控录像带，前往下个宰杀目标。然而就在不久前，凶手郑立长还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小职员，为了攒钱买房子，他每天拼命打电话推销银行理财项目，忍受各种客人的谩骂和质疑。下班后还要去商场做2份兼职，充当售货员卖包装外快，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凑够房子的首付款。为此，郑立长省吃俭用，连跟男友欢愉也只敢开钟点房。谁知男友伊森也只是个渣男，从来不肯在其身上花1分钱，每次深入交流过后就拍拍屁股走人，连最基本的房钱也不肯出。上班路上，同事约郑立长周末一起游玩，但是他为了省钱，买下心心念念的维多利亚1号海景房，只能婉拒大家的好意。同事劝他看开点，不要为了一套房子浪费自己的人生，毕竟那里的房子太贵了。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买下这套海景房是郑立长长久以来的梦想。90年代那时的郑立长还很小，他一家5口居住在维多利亚老旧小区的天台房。对郑立长疼爱有加的外公，他曾是一名海员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一套能看见海的大房子。为此，郑立长很小的时候就立志买套海景房。不久后，香港无良开发商为了抢占维多利亚港的地皮，开始纠结一群黑社会混混，采取打砸闹的方式，逼迫老旧小区的居民搬离。香港啊，就嚟俾啲地產商玩撚晒㗎啦，乜就嚟嘅，不嬲都係佢哋玩撚晒㗎啦。郑立长的父亲表示宁死不从，不过小混混为了逼迫居民，不惜采用泼油漆、放毒蛇的方式，受不了这种压力的一些居民只能妥协搬走。郑立长的好友伊森家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伊森搬走后不久，他们一家也无奈被迫搬离。几年过后，一座摩天大楼在这里拔地而起，它就是人人向往的维多利亚1号。而郑立长高中毕业后就辍学出来打工。几年后，郑立长的外公母亲相继离世。係我唔爭氣，我以前應承過買間新屋俾你住，睇到而家咩都未做到，對唔住。郑立长给母亲烧了间大别墅，从此买一间海景房，彻底成了他心中最迫切的愿望。多年之后，郑立长终于攒够了首付款，他开心地带着弟弟来到维多利亚1号，看望自己梦寐以求的海景房。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他的父亲又刚好查出重病需要手术，但因为父亲之前隐瞒过病情，保险公司拒绝支付保金，高昂的手术费让他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。为此，他和父亲吵过不止一次，他没办法就去找伊森借钱，也是得到冷漠的回应。这天，父亲在家里休养的时候突然发病，女儿急忙拿出呼吸器，却呆坐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父亲用尽全身的力量抓住女儿的衣服，可在房子和父亲之间，他选择了前者，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死亡。因为按照他给父亲购买的保险，如果父亲病故，那么他将得到上百万的赔偿金。郑立长给房屋中介打去电话，表示自己要买下那套海景房。10天过后，他顺利拿到父亲200万的赔偿金。终于要实现梦想的郑立长赶紧坐车前往维多利亚1号，结果业主还是因为利益变卦，对方表示要涨价50%，情愿赔违约金也不卖房，任凭他百般恳求也无济于事。郑立长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，他坚持认为自己已经交了预定金，这套房子已经属于自己了。但是很可惜，面对房东的强硬态度，中介也无能为力。回去的路上，郑立长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，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为了这套房子，他奋斗了20多年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牺牲了。他不可以失去这套海景房。当天夜里，郑立长坐在客厅里，呆呆地想了很久。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一个可以让房东求着把房子卖给自己的办法，那就是杀掉维多利亚的住户，让这个小区变成凶宅，以此拖低价格。夜里，他身穿工装，配备工具，连夜来到维多利亚1号。先是将保安轻松解决，随后他从容来到自己看中的楼层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要买的房间隔壁。听到有人敲门之后，菲佣打开门缝查看，结果被郑立长一脚踹开房门。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菲佣吓得不知所措，最后命丧螺丝刀之下。听到动静的孕妇开门一看，发现惨死的菲佣，吓得立刻将门反锁。郑立长则抄起铁锤开始砸门，砸开门后却不见人影。正当他四处寻找时，客厅传来了响动。此时孕妇正躲在墙后准备偷袭，晾衣杆直接划破了她的脸颊，疼得她摔倒在地。孕妇见状准备转身逃离，却被一把抓住脚腕，失去重心的孕妇肚子朝着地面撞去，鲜血和羊水流了一地。可郑立长却没有半点怜悯之心，凶狠地将孕妇拉到客厅里，用扎带将其四肢捆绑。
然后用真空袋套住其脑袋，最后打开真空机将空气全部抽走，孕妇就这样被活活闷死了。随后他关灯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海景若有所思着。楼道里孕妇的富豪老公还在打电话，在哄完另一个小宝贝后，富豪开门回家，结果转身发现地上的菲佣尸体，再看不远处自己的妻子竟也躺在地上，富豪顿时大惊失色，他急忙来到妻子的身边进行抢救，结果却被暗处的郑立长偷袭。不过富豪身强力壮，当即跟他展开搏杀，郑立长险些就被富豪掐死，好在他拿到地上的熨斗，几下将富豪砸倒。等郑立长起来打算补刀时，谁知富豪再次起身朝着郑立长扑来，结果两人一起倒地，男人不幸磕在台面上命丧当场。郑立长成功团灭了富豪一家，他清理完脸上的血迹，忽然听到楼上传来的各种吵闹声。此时时间是凌晨12点，当初自己住在旧小区时，楼上就经常制造噪音。气愤的郑立长于是抄起尖刀，朝着楼上走去。此时楼上的几名富二代正在开 party， 他们喝酒听歌吃白面。送货的白毛打算离开，结果刚一开门便遭到郑立长的捅毒杀。白毛虽然想要反抗，但郑立长正中其要害，稍微用力一划，白毛的内脏便散落一地。听到响声的小胡子出来一看，瞬间被恐怖的一幕吓傻。他本打算逃走，结果不小心摔倒在地，郑立长当即提刀杀来，将小胡子也轻松解决。随后他来到浴室，又将呕吐的女生当场砸死。此时房间里传来战斗的娇喘声，郑立长气愤地来到房间，直接几刀将长毛送走。少女被吓得赶紧躲到床底下，她提着刀子拼命乱刺，结果意外踩空，刀子不慎掉落在地。于是少女趁机抄起刀子刺穿了她的脚踝，愤怒的她则拿起床板将少女弄死。一切解决完毕后，他忍痛拔出脚踝上的长刀，然后用扎带捆绑止血。突然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他故作镇定地打开房门，结果竟发现是2名警察来到。警察表示周围住户投诉这里太吵了，他本来还想蒙混过关，谁知少女没死透突然持刀袭击他。2名警察见状赶紧冲进房间制止，眼看房间里遍地是尸体和鲜血，2名警察都被吓傻了。此时少女拼命反抗，导致警察走火，1名警察被少女割喉而死，另1名警察则中枪倒地。郑立长一不做二不休，随即捡起手枪打死受伤的警察，然后又伪装整个案发现场，最后拖着伤腿悄然离开。翌日郑立长继续回到银行工作，打着电话向顾客推销理财产品。此时房屋中介打来电话，表示业主决定将房子卖给他，如果他有时间就尽快过来签约。不过郑立长拿着11尸12命的新闻报道，质问中介有没有看今天的新闻。原来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毒贩黑吃黑，谁也想不到郑立长才是真正的杀人真凶。最后他直接跟中介砍价130万，让中介跟房东谈好价格再来找他。夜晚伊森照常来吃白食。星期咁多人啊，冇房啊，快上車。喂，做咩啊？我哋玩完啦，仆街！最终郑立长跟渣男分手，并如愿买下自己梦寐以求的维多利亚1号。他带着搬家公司高高兴兴地往房间里搬东西，结果最后发现房间太小了，根本连一张大一点的床铺也放不下。站在阳台前，他无悲无喜，耳边传来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带动下房地产泡沫的碎裂、虚高的房价、可怕的欲望。为了这套房子，郑立长残忍杀害了连带父亲在内的13人，结果换来的却是遥不可及的大海和无法安放的床铺，还有瞬间破碎的房价贷款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就像开头旁白说的一样，一个疯狂的城市要生存，就必须变得比它更疯狂。